美国人均耗电量371度，是中国的整整5倍。按理来说，百姓在自己家中被冻死，这听起来像是100余年前才会发生的事情。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先来看一组数据。2022年4月底，美国一家智库发布了一份有关后疫情时代能源行业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在整个2021年，美国的电力消耗总量为37945.39亿度，以美国人口3.315亿算，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用掉上万度电。有人可能会说，美国工业商业发达，这些电力大多会用在工商业，实际还真不是这样。美国电力消耗最多的是居民用电，全年用电量达到骇人的14765.69亿度，占用电用量的 38.91%， 其次才是13247.82亿度的商业用电和9867.93亿度的工业用电。平均下来，一个美国人一年在家中要用掉4454.2度电，再平均到每个月就是371.2度。一个3口之家每个月随随便便都会消耗掉上千度电。2021年美国电价平均下来是每度电 13.73 美分，以当年的汇率计算为 0.87 元，也就是说按3口之家算，每个家庭每个月仅用在电费上的开销就得有968元。对比一下你家里每个月的用电量和电费，你就会发现美国人用电有多离谱。如果你没有关注过自家用电，或者你觉得自己家的用电情况不具有普遍性，没关系，我们也有统计数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用电用量为83128亿度，是美国的 2.19 倍。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这个数字又增长了 3.6%， 达到了86372亿度。多吗？确实多。西方国家在节能环保议题上就是用此类数据打压我们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什么事情都怕人均。除此之外，还得看看用电分布情况。2021年，中国人口总量为 14.13 亿，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用电仅2000度。仅算居民用电的话，这个数字更是少得可怜了。在2021年的用电用量中，占比最少的是农业用电，仅占 1.2%， 而占比最高的是工业用电。全年工业用电量56131亿度，占比达到 67.5%。其次是14231亿度第三产业用电及美国数据中的商业用电，占比 17.1%。商业用电之后才轮到居民用电，它的总量为11743亿度，占全年用电总量的 14.1%。与美国人把用电的大头放在居民生活享受上不同，我国的居民用电仅占很小一部分，而把2/3的电量用于发展工业，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一大区别。将居民用电再平均下来，我国每人每月的居民用电量是96度，不到美国人的1/5。一个美国人用的电快赶上我们一个祖孙3代大家庭了。那为什么两国人均居民用电量差距如此之大呢？两国居民用电量的差距要从生活习惯和用电观念说起。美国处在北极与赤道的正中，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四面气流各有不同，而美国地形又多平原，西部的落基山脉纵贯南北，除此之外再无遮蔽。这就导致四面八方的气流在美国大陆上畅通无阻，不同气流交汇的后果就是极端天气频频降临。为了适应天气，美国的民居多采用木质结构。木头房子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可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但另一方面与砖式结构相比，木质结构的保温性能极差。每到夏天，我国网友常戏称全凭空调续命。实际上，我国多数的高温在美国人看来都是小儿科，空调续命在美国可是实实在在的常识。美国人使用空调更为频繁，且由于热量扩散更快，相同温度下他们消耗的电力也更多。到美国人的房子里去参观一番，就会发现除了空调，美国还有许多我们通常不会使用的用电设备。比如在他们的厨房里，电磁炉、微波炉等自是一应俱全，电烤箱、电烤山等等更是眼花缭乱。中国人做饭习惯用明火，讲究心灵手巧，而美国人截然相反，他们做饭时能用电就尽量不用火，能不动手就尽量不动手，打个鸡蛋都要专门准备一个电动打蛋器。最后还要提一下两国电器能耗的差别。在我国的生产标准中，能效被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1级为国际先进水平，5级是最低市场准入标准。我国的国产家用电器能效通常能够达到2、3级能效标准，1级能效产品也不鲜见。而美国的消费习惯则鼓励将电器功率一升再升，随之而来的便是能效低下。以我国的能效标准划分，美国电器的能效等级多在4级甚至5级。这就意味着美国人的居民用电中很大一部分是白白浪费掉的电量。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导致他们有更多不得不用电的情况，这本无可厚非。相比之下，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的用电态度，能用电就用电，毫无节制，肆意浪费。且不说这种态度与节约用电的国际主流观念相悖，也不消讲他们肆意浪费对全世界环保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优先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傲慢心理，他们才不会顾及别人的死活。
真正刺痛他们的是无节制用电对他们自身的反噬，而这种反噬已经发生。美国的停电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每当民众在断电中冻死热死，美国社会往往会指责各供电单位应对不力，但他们似乎从没考虑过，美国的供电系统故障往往不是发生在终端，整个系统长期满负荷运转才是导致它经受不住极端天气冲击的原因。中国也并非没有过极端天气，但在中国，你见过几次电力供应量不足导致的大规模停电？美国的发电供电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即使发生过部分发电机组停转的现象，剩余的电力供应放在随便哪个国家也是绰绰有余的。但在美国，我们看到的就是波及几百万、几千万户的大面积停电，而习惯了一切依赖电力的美国人，一旦失去了电力供应，就只能听天由命。2003年夏天，欧美多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大规模停电事件，尤以美国损失最为惨重。但细究这一年，各国的停电事故情况却各不相同。2003年8月14日是星期五，北美的打工族们正准备享受接下来的周末，然而他们还不知道，整个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的电力供应系统正在悄然崩溃。最开始的问题出在俄亥俄州阿卡隆第一能源股份公司，继而整个洲际电网都在巨大的压力下停摆。下午4点左右，底特律的电力供应中断，不久停电事故就蔓延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随后纽约也受到波及。看看这些城市名字就不难想象，这场事故对美加两国的打击有多大。这一年，欧美各国共有近1人受到停电影响，仅这一场美加大停电就是5000万人被黑暗笼罩。地铁停运，市场关闭，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配送线路中断引发了食品供应恐慌，警察局停摆给了犯罪分子机会，人们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默默忍受高温侵蚀。直到2天后，电力才得以恢复，期间至少8人的死亡与停电有直接关系，5000万美加居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美加大停电当月末，英国伦敦也发生了停电事故，50万人被留在回家的地铁上。但伦敦的停电事故原因是单纯的机械故障，仅仅1个小时后，这座城市就恢复了运转。此后的1个多月里，意大利、波兰、瑞典都发生了停电事故。此后各国都升级了自己的供电系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只有美国无论如何改进，电该停还是停。2003年的美加大停电对美国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是美国最发达、人口最多，同时也是供电压力最大的2个州。此后的10多年里，这2个州的停电事故最频繁也最严重。美国人比较2个州谁更发达的同时，往往也会拎出他们各自的供电系统，比比谁更烂。2021年8月，台风艾丽达给加州带来了高温和云层，加州气温甚至数度突破40摄氏度，使得居民用电量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云层遮挡阳光，导致太阳能发电量骤减。当月14日、15日连续2天，负责加州电力供应的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宣布实行轮流停电策略。由于轮流停电前没有预警，不论是居民还是工商业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卡西欧还呼吁居民自愿节约用电，但呼吁发出后，加州居民非但没有积极响应，反而加大了用电量，加州电网压力剧增。直到18日后，轮流停电策略和2级紧急预警才被解除。然而没过几天，9月初加州相继发生火山爆发、森林大火，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关停，而居民用电量仍在不断增加，加州再次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直至9月8日。这场轮流停电事件中，加州现货电价暴涨至$1000每千度，许多居民因支付不起电费，选择欠费停电。在30-40度的气温中吹不到空调，其后果可想而知。事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也只能在给加州3家供电单位的公开信中质问，在美国最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州里，怎么能发生这种事？供电单位或许很无奈，卡西欧明明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居民却迎着呼声增加用电，多强大的供电系统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啊？在美国，加州与德州是一对欢喜冤家，任何事只要加州做了表率，德州就不甘落后。2020年，加州发生了轮流停电事故，2021年初，德州就来了一次更狠的。2021年2月，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发布了寒潮来袭的预警，随后居民用电量开始猛增，而许多发电设备则受极端天气影响停止运行，居民开始经历寒冬停电。至14日夜间，本次停电事故迎来高潮，还能运转的发电设备只剩一半，发电量缺口上升至24000兆瓦，而受波及的居民达到了450万。ERCOT 在当天发出了节约用电的呼吁，但德州居民的反应与加州居民如出一辙，直到20日，德州电力才算大致恢复。这期间超过400人因寒冷或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冻伤或中毒入院的更是不计其数。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德州又经历了2场大规模停电事故，分别发生在夏天和冬天，一如既往的死伤惨重。2022年底，德州的居民用电价格猛增100倍。诚然，上述这些大规模停电事故或多或少与极端天气有关，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居民用电哪怕稍微节省一点，这些停电也不会发生。
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那时的印度尽管地广人多，耕地资源丰富，却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政策失衡，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粮食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为了帮助印度渡过难关，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那一刻起，印度农业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
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